观之道为师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国医大师李世茂治高血压，可使原发性高血压助症痊愈，扭转高血压慢性病的发展。可见中医眼中高血压并非慢性病，无需终身服降压药，并可解除高血压并发症之余。李老这篇震撼人心的文章，不知能否唤醒国人，不再成为降压药、血压计的奴隶。今天小关就借花献佛，为大家奉上李老对中医治疗高血压的独特见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对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李老说，每次当我经过那些免费为路人测血压的时候，我的心就在一阵痛，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免费的幌子在误导那些高血压的人。现代医学把高血压称之为病，并认为高血压能引起很多重大疾病，如脑中风、心血管疾病、肾功能衰竭等，并把高血压称之为无形杀手。高血压的产生就是因为发明了血压计，量到了血压的舒张压、收缩压，这本来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可西方医学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把它认为是科学，是医学的进步。既然是医学的新知，那么高血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患者不知，专家权威更是不知，于是对病因不明的高血压就有了科学的解释：原发性高血压或继发性高血压。既然原因不明，就说明是现代病、文明病，可笑。其实所谓的高血压，完全是为血压计的面世而制造的一个病名，它仅仅是通过此仪器检测出我们的身体客观存在的某种数据而已。年老者及心肾功能衰弱者，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淫进入体内，因身体衰弱无力，将六淫随汗排出体外时，心肾功能便自我调节，心脏加速跳动，以加强血液循环。待体内外邪排出后，血压即恢复正常。所谓高血压患者就像体衰的小孩天天感冒，身体需提高血压，以加速血液循环，将外邪排出体外。而降压药不准血压提高，使外邪长期留在体外。许多患者都有腰酸背痛、心慌、胸闷、头晕眼花、呼吸短促等种种症状，就是因为长期消炎、降压造成的心肾功能衰弱，无力将风、寒、暑、湿、燥、火引起的感冒排出体外所致。当下，由于科技的进步，使测量血压变得非常简单方便，体检的、卖药的、卖仪器的，到处可以随意的检测到血压。仪器制造商、制药商、医院、经销商合谋策划，把本来应该为群众健康服务的工具，变成了制造商机、卖药敛财的手段。其实，人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六淫、风、寒、暑、湿、燥、火都有可能使血压升高，而血压计无法分辨原因，无法分辨经络，一个不知道原因的测量能说明什么呢？现代医学非常进步，已经进步到不再有人健康的地步了。从西方医学的角度讲，血压的产生需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心脏的收缩将适量的血液摄入动脉系统内，它是血压的能量来源；二是周围血管的阻力，没有阻力则血液不能保存在血管内，也就不能产生压力。这种机械论的解释与人体实际相关甚远。其实祖国医学从阴阳五行方面解释，大家就一目了然了。肺主呼吸，是心脏之华盖，心脏属火，火要燃烧，需要肺脏提供空气。心脏之火像汽车的油泵，能将人体的气血用压力输送到全身，为身体各部提供营养。所以动脉血压的维持是为保证体内各器官的正常血流供求关系所必须。紧张、烦躁、生气时，心脏也会加速跳动，导致血压升高，以此来排除因紧张、烦躁、生气所引起的血液循环障碍。当心平气和时，血压自平。心属火，火需要空气助燃，只要停止空气供应几分钟，火就会熄灭，心脏就会停止跳动，体温随之下降，血液自然会消失而测量不到。血压是身体为获得空气而产生的动能反应，心脏跳动是人体吐故纳新、内外交换的本能反应。心为火，为气的上升，在液为汗；肾为水，主纳气，为气的下降。年迈者或者心脏功能衰弱者，往往肾阳不足，心火衰弱，外邪风寒暑湿燥火进入体内，
无力随汗排出体外，心肾会自我调节，加速跳动，增加压力，促进血液循环，排除外邪之气，吸收新鲜空气。此时血压升高，调节完成后血压自平。血压升高是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是为了保证身体的重要器官得到必要的能量供应而发生的，是人体自身的抗病反应，应该成为医生的利用对象和服务对象。高血压只针对仪器检查出来的数据，将其定为疾病的名称，而仪器并不知道疾病的原因，不知道病情的变化过程。医生只对仪器检查出来的数据负责，以为诊断就是为了找出毛病，找到了毛病就可以用药物来解决，一成不变的用降压药控制血压，1年、5年、10年，病情在时时变，天天变，用药却一成不变。用药时常检查正常，停止后便原形毕露，长期的使用控制造成药物对人体的伤害。任何疾病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任何人患病，病情都是随着时间、环境、气候、情绪、饮食的变化而变化。药物治疗要随病情的演变而演变，西医的治疗目的只是控制高血压，而实际上疾病不会因为受控制而在某个阶段不起变化。医学变成了千方百计找毛病，而医生只是如何把这个毛病清除掉。从表面看是为了控制病情，实际上是医务工作人员利用患者对医学的无知蒙蔽病情，扩大病情。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常常感到胸闷气短，这就是降压药用久了造成血管动脉硬化、心肌梗塞、心脏供血不足造成的。经过几十年的预防，高血压造成的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4大死亡排名第1名，并使患者产生很多并发症。此为预防疾病呢，还是制造疾病呢？血压升高本是人体为排除气血循环障碍而做的抗病及调节反应。中医治疗不但不能直接降压，而且要因势利导，助其完善。血压高后，用中医传统医学理论辨证施治，整体调理就可以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精密的仪器、高档的药品。中华医学几千年早就指明了人体的脏腑经络、奇横八脉、子午流注以及对人体的主治作用，并可因时、因地、因人灵活运用。我们的祖先没有所谓先进的检测设备、治疗仪器，却对疾病的把握及治疗比现代医学更加科学，更符合人体实际。中医讲八纲辩证，讲阴阳寒热，讲治病必求于本。四肢离心脏较远，如果是热的，就表示人体内没有淤血块；如果冰凉，就表示体内因为寒冷在制造淤血块。而产生里寒的原因就是肾阳不足。心脏的动力来源于肾，如果肾阳充足，自然就会使人体的各种功能得到恢复，心跳自然有力，淤血自然得以融化，症状自然消失。中医不需要测量血压，注重症状反应，像头晕、肢麻、肢凉、向强、头痛、耳鸣、心绞痛等。此时如果测量血压，血压大多偏高，而在中医这里所反映的是相应部位的阴阳失衡，往往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此时应坚持服药，千万不要被血压计的数值所吓倒。待肾阳恢复，淤血融化，血压必定下降。大家了解了高血压的真相，就不会被血压计一个毫无意义的检测数据所迷惑，就会免遭伤害，并通过了解中医的预病之理，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注重养生保健，达到保持健康的目的。治疗高血压的方子很多，比如镇肝息风汤等，都不过是治标，局限性很大。最后，李老把目光锁定了张仲景的方子续命汤：麻黄、桂枝、当归、人参、石膏、干姜、甘草各3两，川芎1两，杏仁40枚，约16克。这是张仲景的原方剂量。汉代的1两相当于现在的15克左右，3两就是45克。考虑到那时是新鲜药材，现在是干药材，所以用的量取1/3左右为宜，也就是15克到20克。具体用量请咨询当地大夫。高血压的原因，一个是不足，用当归、川芎来补，这也是四物汤的主要成分。当归、川芎补血活血，直接把亏掉的血补上。多余首先要加强心脏的能力，桂枝、人参这2个可以强壮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脏搏动强健有力，这样就有利于打通血脉。然后还要把身体的垃圾清理掉，靠谁？麻黄、石膏、川芎、杏仁。麻黄与杏仁结表，宣肺窍，
让身体的痰湿从体表毛孔出去，加强人的新陈代谢能力。石膏直接清理掉身体里面的热邪，川芎直接把血管的淤血清理掉，死血不除，心血难成。还有最后一组药，甘草与干姜，这是直接入脾保护脾胃的。这是张仲景向来的思路，无论治疗什么病，都得先把脾胃的运化能力加强起来。张仲景就是这么高明，把所有的情况都照顾到了，而不是单一的降压。后来药王孙思邈也把这个方子收进了自己的著作《千金方》里，并且用这个方子治好了自己的中风。可见这个方子用来续命真的是实至名归。当然，对于不想这么复杂的人来说，如果是属于偏胖类型、痰湿类型高血压，可以用保和丸慢慢调理，配合三七粉、丹参粉、西洋参粉等量混合在一起，加起来每天5克。西洋参气阴双补，可以搞定你的不足；丹参补血活血，三七活血化瘀，直接拿掉你的多余。三七丹参对心脑血管疾病是很有好处的。好了，关于李老对于高血压的中医疗法就介绍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遵医嘱，科学治疗。最后，小关祝大家都能远离高血压的困扰。如果您还有别的养生知识想要了解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下期再见。